各位朋友，阿弥陀佛。我是宋医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基督徒》这本书导读第11哈。那在前十，我们大概把整个第一章讲完，现在要讲的是第二章。上次在第10的时候，我们有谈到千春豆的来源。那现在要先谈到的是第一个，我们对千春豆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出现千春豆，大家第一个指控的大概是油脂分泌过度了哈，油脂分泌过度。可是从肌肤监测里的观察，我们发觉问题好像不是油脂分泌过度这个图是上次跟各位提过的图就是说，当你皮肤的初步可能因为过度清洁之类的，然后使得那个角质没办法溶解，没办法好好溶解，它第一个塞住那这时候理论上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重建这个酸性保护膜，使得它这个油脂能够把这个角质溶掉，然后我们的出油跟出汗的情况是好的。可是往往大家会做一个错事，就是当你出现青春痘的时候，你并不是想要怎么样把毛孔打开，而是想办法怎么去压下青春痘，就是用控油的成分。那你越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皮肤的反抗现在看到的是肌肤监测里面看到皮肤反抗，所以它就开始出现红的现象。那有些时候医师就会跟你说这个叫敏感，有些医师会跟你说这是酒糟，有些医师会跟你说这是脂漏性皮肤炎。那反正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里挂号起来那反过来说，如果你的皮肤的敏感，你的皮肤的反抗力比较弱，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细皮嫩肉型的它其实还是有反抗，只是它的反抗是用粉刺的方式出来那不是用痘痘方式出来。那这个所谓的酒糟，其实在这里很可能是敏感，可是这个一直压下一下，你会发现酒糟跟痘痘的人他比较少长比较明显的干斑可是你会发现干斑大部分都长在皮肤比较细致的人身上那这就是我们这一章节要讲的，就是从洗面乳开始大家都喜欢用控油成分，也许控油成分是它的主要问题来源。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把这段念一下青春期使用洗面乳，然后到高3大学左右就开始出现粉刺，然后出社会的时候，皮肤你就开始出现干燥。为什么干燥？因为塞住嘛，那粉刺更多一点。然后这时候20几岁，你就开始很认真的去控油抗痘，然后28到30陆续出现成人痘或月经痘其实这个部分就已经差不多来到这里了或这里了就是出现成人痘、月经痘。然后这时候你就很认真，不断的控油，然后到后期呢就开始觉得敏感然后孕期就出现色斑事实上我们在讲就这个故事那这要跟各位讲，就是说我们观察结果，这个粉刺问题的很可能是不断的往前走，就是我们出现所谓敏感酒糟色斑的来源。然后再另外讲一段就是在保养品里头，我们常常有一个名词叫致粉刺性在肌肤监测里面，我们发现致粉刺性恐怕必须跟剂量有关，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在很小的量，它就可以造成那个毛囊的角质的堆积那使得整个粉刺产生可是有些东西在它的量看起来没有，就是你不在那个致粉刺性的表里面，可是如果你大量的或长期的使用，还是会降那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水嘛你想想，如果你过度的清洁的，很用力的清洁，你一样可以把酸性保护膜洗掉，洗掉后它这个地方堆积，然后塞住，使得它产生粉刺，这样算不算致粉刺性？就是说你过度洗脸、用力摩擦这件事算不算致粉刺性？所以我认为，也许所有的化学物质都会出现所谓致粉刺性这个物质那我们甚至可以把化学这两个字拿走，就也许所有的物质都会出现致粉刺性这个本质，只是实验的时间够久。然后因此我们发现，另外这些控油成分，它在强调它可以让控制皮脂腺的分泌那我不知道它怎么完成也许它是用控制皮脂腺分泌，也许它用毛孔缩小，我不知道。可是如果它既然可以缩小皮脂腺的分泌，那这时候你就要去思考说你的细胞喜不喜欢它。那你把这些细胞所不喜欢的东西反复的塞进去你的皮肤里面，然后产生比较强烈的反抗，我倒觉得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那反正 anyway 就是说我们在做肌肤监测的时候，其实告诉各位说，你真正该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做好正确的清洁不要过度清洁破坏酸性保护膜。然后你如果坚持要用保养品的话，请你长期去监测它就是说你去监测这个东西，然后确定它的量没有造成问题，然后它没有伤害你，这样好不好？那今天就先跟各位讲到这里就是说下一次我们会讲这个勤保湿这一段。事实上保湿品在我们里面对皮肤的伤害也很大但可是青春痘大概是所有东西的万物之源那请各位再看一下这张图，你只要一旦有塞住，你就会长青春痘；你只要一旦错误的治疗，你就会往更深的地方走那今天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谢谢各位，阿弥陀佛。